你们知道吗？很多人对一航的第一印象都是2个字：腼腆。初次搭戏，见人还有点不好意思，说话细声细气，笑起来眼睛弯弯的，那种邻家哥哥的乖巧感，让人完全想象不到。镜头一开，他能把观众的心跳直接按到快进键。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真相完全不是这样的。又吻骄阳，翟一莹饰演南昭，一航饰演晋瑶。这不是那种大家已经磕了无数遍的老搭档，这是一次全新的组合，谁也不知道2个人站在一起到底会不会有火花。结果呢？开播没多久，弹幕已经乱成一片了。先说说这部剧的设定，南昭和晋瑶一开场就已经是夫妻了，没有那种拖拖拉拉的暗恋期，也没有反反复复的误会拉扯，2个人直接从婚姻开始，感情却是慢慢焐热的。这种设定说难写也难写，说好磕也真的好磕，因为观众看的不是他们怎么走到一起，而是2个已经在一起的人怎么一点一点把彼此放进心里。而这恰好给了一航和翟一莹一个特别自由的发挥空间。甜宠赛道这几年大家看过太多套路了，要么是先婚后爱，靠误会和拉扯撑起剧情，要么是暗恋多年，靠一次次擦肩而过吊足观众胃口。可又吻骄阳选的这条路反而更考验演员的功力，因为没有那些狗血冲突可以依赖，全靠2个人眼神里的火花，一点一点把观众的心焐热。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去演一段已经开始却还没走心的婚姻？这个问题恰恰是这部戏最难的地方，也是最好磕的地方。结果呢？翟一莹本身就是这个赛道公认的顶流，她演过的甜宠角色多到数不过来，每一次搭档不同的男主都能碰撞出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可这一次，很多老粉丝都说这是他所有 CP 里反差感最强的一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航这个人本身的气质跟他镜头里的南昭老公晋瑶完全是2个极端。生活里的一航第一次跟翟一莹合作，紧张的连打招呼都有点结巴，工作人员在旁边看着都觉得可爱。可一旦机器一开，晋瑶这个角色立刻上身，深情专注，甚至带着一点点强势的占有欲，那种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南昭，完全不像是刚认识没多久的新搭档。尤其是那几场吻戏，网友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一航平时看着那么乖，怎么亲起来这么萌？这句话几乎成了这部剧最大的宣传语，没有一个字是剧组写的通稿，全是观众自发刷出来的。有人说，第一次看到那个吻戏的时候，直接愣住了，因为反差太大了，一个眼神羞涩的大男孩，突然变成了炽热又坚定的深情人夫，落差感直接把人拉进了角色里。而这种反差萌，恰恰是甜宠剧最珍贵的东西。说真的，观众看多了套路化的霸总人设，看腻了千篇一律的强势总裁，反而对这种慢热型、反差型的男主角格外没有抵抗力。因为这才更像真实的爱情，一开始青涩，甚至有点笨拙，可一旦认定了一个人，那份感情反而比谁都炽烈。有知情人士透露，导演组其实一开始也担心过一航会不会太拘谨，怕这种性格放到镜头前会显得放不开。可没想到，正是这份真实的紧张感，反而成就了晋瑶这个角色。因为晋瑶本来的人设就是那种平时寡言，情感深藏心底，一旦爆发出来就收不住的类型。一航骨子里的那份腼腆，反倒和角色的内核完美契合，演出了一种说不出的真实感。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本色出演，可又不完全是。因为生活里的一航遇到喜欢的事情会紧张会脸红，可镜头前的晋瑶面对南昭的时候，那种克制到极致又随时可能失控的深情，才是真正的演技体现。两者叠加在一起，才有了那种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化学反应。如果你也觉得这种反差感真的很戳人，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对新搭档。翟一莹这边的表现也没让人失望，她演南昭，把那种从疏离到心动的转变处理得特别细腻。一个眼神躲闪，一个不经意的脸红，都能让观众瞬间带入。他和一航的对手戏节奏配合得很默契，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合作。有意思的是，剧组透露过一个小细节，第一天进组的时候，两个人其实都挺拘谨的，毕竟是初次合作，谁也不了解谁的表演习惯。可拍着拍着，那种生涩感慢慢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自然的默契。到了后期拍吻戏的时候，反倒是一航比一开始松弛了很多，情绪的爆发力也越来越足。这大概就是好演员和好搭档碰撞出来的魔力吧。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件事也开始在观众之间发酵，越来越多人开始翻看一航以往的采访和花絮，试图去印证那个屏幕外说话都带着点局促的男生到底是怎么把禁药这个角色演绎得如此有说服力。有粉丝专门做了对比剪辑，一边是采访里紧张到抓耳挠腮的一航，一边是剧里深情凝视南昭的禁药，弹幕齐刷刷过一句话：反差也太大了吧，这是同一个人吗？这种反差感带来的讨论度远比单纯的颜值营销来得持久，因为观众记住的不只是一张好看的脸，而是一种角色和演员本人之间产生的奇妙张力。评论区告诉我，你会不会被这对新 CP 圈粉？其实回过头看，又吻骄阳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观众记住这对搭档，靠的从来不只是颜值，而是两个人真的用心在演。一航把季瑶那种外冷内热、深情又克制的复杂感拿捏得很到位，翟一莹则把南昭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靠近的心理变化演得层次分明。没有人能预料到一次初次合作能碰撞出这么强的化学反应，也没有人能预料到那个镜头前紧张到结巴的男孩转身就能变成让观众心跳加速的禁药。这大概就是甜宠剧最迷人的地方，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对新搭档会不会成为你心里的意难平。其实纵观翟一莹这几年的作品，她合作过的男主角风格各不相同，每一段 CP 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但像这次跟一航这样从生涩到默契的转变过程，被观众全程看在眼里、亲身见证的并不多见。也正因为这样，观众对这对新搭档的感情多了一层参与感，好像自己也陪着两个人一起从陌生走到了熟络。直到很多年后，也许仍然会有观众提起这一幕，记得这是一航和翟一莹第一次正式合作的起点。没有刻意设计的默契，没有经过无数次合作磨合出来的熟练节奏，有的只是两个年轻演员在镜头前最真实、最自然的交流。正因为是第一次，他们彼此之间保留着一点点陌生，一点点试探，也正是这种若有若无的距离感，让每一次眼神交汇，每一个微笑，每一句对白都显得格外真实而动人。很多时候，一对 CP 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轰轰烈烈的甜蜜，而是那些无法刻意复制的细节。当两个人还在慢慢熟悉彼此时，那种不经意流露出的紧张、欣赏和期待，反而比成熟搭档刻意营造出来的氛围更有感染力。观众喜欢的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剧情，而是那些隐藏在细节里的情绪，是一种他们真的很自然的感觉。一航和翟一莹这次合作，也许还称不上最完美，却恰恰因为这份不完美，留下了最珍贵的真实感。随着剧情推进，两人的互动越来越流畅，彼此之间的化学反应也在悄悄生长，让观众忍不住期待他们下一次同框会带来怎样的新惊喜。也许几年之后，当大家回过头再看这部作品时，最先想起的依然会是他们第一次合作时那份青涩与真诚。因为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真实；不是刻意制造的浪漫，而是自然流露的情感。这种无法复制的第一次，注定会成为许多观众心中最难忘的一段记忆。那么，看完这组画面之后，你是否也感受到了他们之间那种独特的氛围？你会期待一航和翟一莹未来再次合作吗？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一起聊聊你最喜欢的那个瞬间。这对 CP 你磕了吗？我们下期见。